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现在比特币走到有点行情稍微有变化的位置啊。刚才比特币似乎把这个成交量密集区重要支撑位破位了，然后现在在这儿纠缠。这种状态，如果它要是撑不住，大家伙啊，这个地方可以开空，然后别忘了止损位一定要放在这个上方。要是杠杆倍数小的话，可以放到43000以上。我是昨天这个位置开的空单，止损位在这儿。现在我已经把止损位调到这儿了，就无论它怎么折腾，肯定我是不赔钱。那好，还没进场的朋友可以考虑准备要不要开空单。多单现在目前这个状态看来不太适合，因为什么？像这种成交量密集区重要的支撑位，它撑不住，它是大概率会回调的。还有，如果这边撑不住，它还有哪个线？就是整个上升通道的中轴线，这个位置再撑不住，那就要命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位置是多次支撑的区域，往往多次支撑有效的位置破位了，那后边迎来的应该就是大幅的回调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啊，大家伙儿。好，那晚上再聊点什么？前两天一直都是在聊交易心理，还有整个交易哲学底层逻辑相关的一些话题，还有好好审视自己是韭菜的哪一层级，还有你真正赔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？追根溯源，把底层的核心的因素剖析了一下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从 K 线分析开始，给大家分享怎样才能全面的分析好这个 K 线，然后以便作为什么？作为您的投资参考。很多朋友因为无头苍蝇，交易没有方向头绪，然后去追踪主流媒体的新闻啊、消息面啊，或者是某大 V、某大神晒账户的这些人的这个交易动向。原因就是什么？自己没有根据，自己没有一个标准，不知道何时进场，不知道怎样选择投资标的。然后像比特币为例，不知道你要开多还是开空，这种种种都是因为什么？你没有判断根据。就比如说男女双方互相求偶、交朋友、求职都是一样的啊，它都有标准，它都是有根有据的。那你把辛苦赚的钱没根没据的扔进市场，这是怎样的一种行径啊？要我说，应该遭天谴。那么辛苦赚的钱，凭什么随随便便扔进去？你要钱多赌博可以，但凡不是这种情况，我这个平台频道讲的所有都是投资交易标准化，如何少赔钱尽量赚钱的这么样一个内容分享的地方。所以一定耐心，从头到尾逐字的听清楚，不要断章取义。那好，我们正式开始。想分析好这个 K 线有很多啊，从单根 K 线开始，趋势、波动、形态、主力支撑位、斐波那契，还有 RSI 辅助指标、泡菜指数、MACD， 然后等等布林带，一时想不起来啊，太多了用过的指标。所以说这些指标怎么去应用，怎么去学习，你毫无头绪，太多了，那咋办？
有我不用怕啊。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清晰的一个顺序，然后一一的进入状态。首先我们一定要从大的观点看，也就是说大的宏观的角度开始追到这个微观的层面。那宏观是什么？也就是说大的趋势。看过我频道内容的朋友，我相信应该知道，每期基本上都是说大的观点、大的趋势。大的趋势是上扬还是回调，这个是首要的啊。无论是你看整体的这个 K 线，还是单根 K 线，都是同理啊。你需要看大的时间级别，月线，然后周线，看完看日线。我告诉大家啊，国际上做超短线的日线内交易的所有的交易员也都是如此。会这样看，因为什么？脑子里始终都会放着现在的大趋势是什么样的，我不能逆着趋势做。日线看完，我们再看4小时线。4小时线看完，再看1小时线。好。然后就不用再动了。业余交易的大多数朋友，你用不着做比这个还要小的时间级别，你做不了。除非你是已经成的人啊，非常厉害，至少能达到我这样的程度，你才有必要再看细部的，要不你就不要看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任何意义。那好，第一个趋势我们刚才讲了，那趋势讲了，我们就应该学会什么？画一画趋势线。每个趋势都可以画啊，上升的趋势线，下降的趋势线。像这种箱体震荡的趋势也是一种趋势啊，上升趋势。我们画线，3个点至少连在一起啊，形成一个趋势。下边也是一样，这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下降呢，也是同理。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给房子设计家具啊、装修啊的横平竖直，然后一点都不过线，不是这样的啊。K 线是活的，一定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。多画趋势，多看 K 线，你慢慢你就能眼睛里头进来什么，心里头也会有数，这个 K 线的动态逻辑是什么样的。这是趋势啊，一定要多看。像小的时间级别、大的时间级别都要去画一画。那现在最重要的，比特币而言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？上升通道的中轴线，以及这一段趋势上升通道的上升趋势线，也就是正好卡在昨天晚上的高点这附近，还有现在的成交量密集区这一线，还有这一下方42000附近的这个
上升通道的中轴线，也就是这几个位置就是关键点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也是我们交易进场的点，买卖时机。所以趋势这部分也就是这样啊，讲完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的，没有，只是什么你需要观察，多看多画。交易经验短，可能你会看不清楚，时间长了熟能生巧。还有第二个波动，波动这个项是很大的一块内容啊。我经常说波动等于中国的周易八卦，有阴有阳，然后有上升它就有下跌，盛极必衰，否极泰来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然后大浪套小浪，没完没了的。所以波动这是一大块，我需要用很长时间去讲，但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什么最简单的形态：1、2、3、4、5，推动浪。推动浪结束之后，紧跟着 A、B、C。那推动浪1、2、3、4、5，这里头有没有绝对法则？有。第3浪不能最短，这是绝对法则之一。第二个绝对法则，4浪的低点不能怎么样？不能低过1浪的高点，这是绝对法则啊。然后推动浪结束以后一定会是调整浪，调整浪结束以后一定是推动浪，倒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啊。什么意思？把这个删掉。刚才说的是上升的情况，下跌情况也是一样的啊。1、2、3、4、5浪下跌，反弹调整。同理，4浪的高点不能超过1浪的低点，3浪不是最短，这个是绝对法则啊。然后我们要清楚，这个东西里边也是有小的浪，小的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 A、B、C 都是一样的啊。然后这个可能形成更大的1、2、3、4、5，相信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啊。还有一点，波动理论当中你要经常结合什么？斐波那契，一个是斐波那契的回调，还有一个是斐波那契的什么扩展。低点、高点、调整点，然后这个会去哪儿？1.382，早晨我也讲过，1.618，2 2.618， 3.618，甚至4以上也都会有，这个是要一起结合着用。趋势波动讲完了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趋势波动，然后就是形态。也就是说什么？我们经常听到的，例如是双顶形态，还是双底形态？这是形态。
还有什么形态？很多很多啊，典型的头肩顶形态，反过来头肩底形态，还有什么？旗形，下降旗形，还有上升旗形，诸如这一类的特别多啊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山寨币，很多山寨币现在都是这种形态，就最常见的叫杯柄形态，画了一个圆儿，然后撑住，然后继续向上，全是这个样子。目前索拉纳已经启动了，但之前它也是一样。BSV 也是一样，然后成交量放量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种就叫形态。然后需要关注的是什么？阻力支撑位，无论是价格成交量密集区的阻力支撑位，还是上升趋势线，还是这边的下降趋势线，都是需要关注的啊，需要多画。这跟之前我所说的大的趋势看到小的趋势是类似的，但是主力支撑是以这个为主，价格成交量密集区为主。主力支撑最重要的一点啊，辩证的看，突破了它就有可能变成支撑位，跌破了它就变成阻力位。像这个位置这种状态就是纠缠。好，这就是主力支撑。那接下来还剩什么？还剩最后最微观的单根 K 线。单根 K 线也叫蜡烛图啊，日本人发明，麦大米发明的。那这种状态，十字星在顶部区域证明什么？翻转的意愿可能稍稍强于继续向上攻的意愿，但目前这种状态就是没有方向。一定要从大的级别，同理大的级别开始看，然后还有看之前的这几根状态是什么样的。前边是连续收了几根阳线，第一根、第二根特别明显。像这种状态，第三根一定是阳线，为什么？它是扎扎实实的一根阳线。但是1、2、3、4第四根上边留了一些尾巴，然后第五根开始给了一个十字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周线，很明显啊，上窜下跳放量，这种就很容易是阶段顶部。这种行情叫什么？猴市，上窜下跳。所以说单根 K 线看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左右的 K 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。最后这些 K 线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，从趋势开始波动，然后波动形态，然后主力支撑位，然后看单根 K 线的状态，最后看什么？辅助指标，包括移动平均线，各种移动平均线啊，加权的、
不加权的指数的移动平均线都可以用啊，还有布林带啊、KDJ 指标啊、MBV 啊，各种太多了。但这些所有的一切只能是什么？都是参考跟辅助。然后你把刚才关注的这些点全部都结合，你可以自己算它是向上的概率高还是向下的概率高，然后在关键位怎么样，你自己下注。概率高的时候，你有确信的时候，那就要加大下注的比重，概率低的时候就小下注，实在是模棱两可，那就观望等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，简单把 K 线系统分析的这一部分给大家梳理一遍，再次总结一下啊。第一，看大的趋势；第二，看波动形态；第三，看常见的这种形态，它是头肩顶还是头肩底， W 底还是 W 顶。完了，第四，看阻力支撑，最后看单根 K 线的状态，最后看辅助指标。最后总结还有什么？一定是宏观到微观去看这个 K 线系统的分析。那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